哎，大家伙早喽！9月1号星期五，9月的第一天。今天看没有带心率带啊？看，今天就是裸表，咱们试试它的心率。现在在上坡，看今天的日出没有赶上，就刚那个日出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没那么红了。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今天话题2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是进入赛季了，我10月15号有一场东京的半程马拉松，而且挺特别的，就是最后要跑到他那个国立体育场里，然后每位参赛选手有一个免费的家属的配额，可以进体育场观赛。上一次还是鸟巢，那一年叫北京鸟巢半程马拉松第1届，那次跑了1小时41，觉得自己可了不起了。当时你们看那个云好漂亮啊，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我感觉跟画一样，这个云画弄的。像我这种内陆的孩子，到海边城市有时候就是会有这种感觉。第二个话题就是咱们今天真实的试试这块表的在变速的情况下的心率表现。匀速肯定没问题，你看我刚上完坡，现在144，基本上和心率带的表现是一样的。变速是什么呢？今天弄了个小课表，1分钟快慢跑10组，手动开始的。一会儿到了大阪城那条折返的路，咱们就开始。行，我在这儿绕一个红绿灯，咱们一会儿开始的时候聊，大家看看心率怎么样。我也跟大家分享分享我是怎么看待这场半程马拉松比赛的。加油干，加油干！来到大阪城了，一会儿大概5公里多就开始。你看现在的心率还是表现不错的。你们可以看看这个表戴在我手腕上的感觉，差不多就这样。我已经比我最瘦的时候重3斤左右了。但是就现在这样，就是 Apple Watch 这边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心率带。哎呦，像今天这个强度课就是给自己加的一个算是半强度，因为我之前说过1周1次对我来说少，1周2次有点多。我其实对1分钟快慢这种光电心率的手表的表现并没有太大的惊喜的希望，因为就像我说，它受制于这个形式。我们一会儿看看。准备半程马拉松这个事儿，其实就半程马拉松跟全程马拉松有一些小区别。半程马拉松不用把体重弄到极限，就多练绝对速度，多练速度耐力。所以从现在开始1个半月，差不多从9月的10号之后，我就会多增加一些速度耐力的训练。像今天这种自己加的半课，可能就会变成8公里的速度耐力，或者是12公里，这样练到10月初之后调整1周，就是不减总的训练量。我说的总的训练量就是强度和距离，就调整到低强度长距离。然后最后1周呢，从周2开始减量。半程马拉松有2、3天的准备就行了，因为它最后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的事儿。
饮食不做大的调整，可能从今天开始，从这个月开始稍微少吃一口，往下压1到2斤，也就这样了。然后用110斤出头的体重，就我的身高1.69米的身高去参加。我这年纪想再弄到108、106，真的挺难的。年轻的小伙伴爱跑步的，已经开始跑步的，真的珍惜这个好时光，使劲吃，使劲练。现在我只能剩下使劲练了，又得使劲练，又不能使劲吃，是不是？那咱们就准备了啊，5公里了。准备3、2、1，开表。那心率在涨，还行。今天穿的还是特步100X 3.0 Pro。现在心率164，符合预期。1分钟结束。我瞥了一眼，没看清，好像317的配速。现在心率166，我们看心率下降的趋势。我少说2句话，让他尽量像我平常训练一样。还行啊，基本符合预期。还有10秒左右。走。319的配速，现在心率167，164，还行哈。大家今天看到屏幕上的数据，除了功率和步频是来自于 Stride 的，其他都是只有这块表，什么都没有。行，那一会儿最后2组或者最后1组咱们再开机跟大家聊天。第9组刚刚跑完啊，今天有点累。第3个训练日，而且之前2个训练日
一天强度课，一天21公里。昨天晚上还喝了一杯啤酒，因为朋友来嘛，很开心。心率能降到160，还可以，马上了，走。到了311平均配速，是这10组里最快的，还行还行。心率176，之后就随便跑跑，冷个身回家。现在170左右了。今天咱们算是极限测试了，再短就是30秒了。也有跑30秒的，但是我觉得像咱们这种业余爱好者，30秒的意义不大，因为你冲不起来，对吧？肯定是冲不起来的。像你们看，在肯尼亚或者在埃塞俄比亚，那非洲运动员跑法特莱克，有跑30秒的，那就是真的是在拉绝对速度。像他们已经做到那种我认为能力完全没问题，可能就差一点绝对速度，所以他们跑这种可能有意义。我觉得普通的爱好者，就是像我这样的，应该多跑一些1公里以上的。虽然更累吧，但是对普通的马拉松爱好者提升成绩是更务实一些的。心率已经降到150多了。因为你想提高马拉松成绩，就像我之前说，亚索800，对普通人来说，一般不能直接反映马拉松能力。像练到我现在这个程度，可能勉强可以，因为我不用太多考虑掉速或者跑崩，我只需要知道我的速度能力，对吧？也许就是这个速度能力，我能坚持30公里，我就能坚持40公里。但是对很多跑步的小伙伴、跑马拉松的小伙伴，基本上后程是要掉速的，而且可能会掉的很多。所以我说，对普通人来说，收益比最高的训练类型就是中距离的速度耐力，对应到全程马拉松就是，如果您是新手，就是8到16公里；如果您是老手，就是12到24公里，行与不行之间的这种训练，虽然是最辛苦的，但是收益最高。
现在我还没有回去看完整的数据，大家可以看我的 Strava，我是不隐藏心率的。今天呢，大家也都能看到。也有小伙伴说，现在 Strava 的爬升就是海拔这个数据会比较的锯齿比较多，就说打点是不是慢了？肯定是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GPS 设备，所有 GPS 设备都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你的打点频率并不一定是越多越好，也不一定是越少越好。它要是能动态的算，根据您的实时配速，那就更了不起，因为这是一个算数的问题嘛，对吧？半程马拉松这个事情，就像我刚才说的，大概就这么准备。目标嘛，我觉得就目前来看，可能1小时15对我来说很有难度。因为我发现我虽然进步了，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快。试试看，目标就是希望能 PB。我现在的最好成绩是1小时17分10几秒，好像是。所以这1个月要多努力练练速度，练练速度耐力。如果我能跑到116，我就很开心了。如果真的意外的跑进了115，我会更开心。一说到半马，就想起还在昌平那时候给大家有一期放的照片，在特早一次的北京半马上，跟那时候还不认识的元大都的马老师同框了好些照片，但是人家比我进步的快。那次我记得我后来比他快了好多，就我俩同框之后，基本上我就没掉速，甚至加速了，但是也就是1小时20多的成绩，可是人家现在已经超过我了。最后一次的北京半马我俩都参加了，那时候也还不认识，那之后认识的，他就在我前面很多。所以原来我是那种不愿意跟人家一起练的性格，要调整一下。当然还是我说那个边界感啊不一样，不能说谁好谁坏，只能说谁更适合你。就像有的小伙伴说手表，说这块高驰的 Pace 3我怎么惊喜，那其他的手表有那么多额外的功能，你怎么不惊喜？那这个就看个人喜好嘛，对不对？您问我这个问题，就好像您问自己为什么您对Pace 3不惊喜一样，是不是？这个没有好坏之分，就是运动手表这事儿其实没有技术门槛，大多数情况下真的没有。拼的是什么呢？就是工业设计和刀法，对吧？工业设计就是谁能做得更好看、更轻便、更结实、更耐用。刀法就是要什么不要什么，要的东西会不会更费电，会不会没太大用，会不会更贵，这些不要的东西会不会有意义。就像评论区有一个小伙伴说的特别好，说问我有没有心率广播，我说哎呦好像没有，这个就我没想到的一点。但是我那时候在骑行台的时候，心率广播对我是有意义的。那时候我还用佳明，我是佳明的巨老用户，我从 Phoenix 3刚有就开始用，那是我的第一块跑步手表，之后是935、945、955，我用的就为什么我所有的数据都在佳明上呢？也是这个原因。很快会跟大家分享数据这事儿。心率广播这事儿，对，在家里骑骑行台不想带心率带，因为在家里骑骑行台更出汗，对吧？带心率带可能老得洗，还是有用的。或者您用码表出去骑不想带心率带，因为对骑车来说，就是手表的光电心率要比跑步稳一些。它没有这个功能，像佳明是有这个功能的。
然后心率变异性这个呢，我始终不把它当成一个大的指标。然后呢，我也不戴运动手表全天生活。以前戴佳明的时候就那一块表，后来用苹果以后，我全天生活的表是苹果，训练的表是高驰。这就看您个人的看重的点，对不对？不一样的。但是我始终坚信，就是数据的导入导出的能力是挺重要的，不管是官方提供的还是自己能实现的。啊，还有，那小伙伴们，行，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么多，我冷个身回家，加油干！哎，9月1号星期五，9月的第一天，这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是不是？明后天就出去转转，周末现在就是多出去转转，天儿好起来了，没有那么热了。前段时间这儿热的，昨天跟国内来的朋友说，真的和北京不一样，这儿夏天最热的时候出不去门，在外边待不住。今天一共跑了15.36公里，今天跑完高驰Pace 3在我手上已经跑了100公里了，我可以说是我不一定是最多的，但是不少了。所以我觉得我的体验和评测大家可以借鉴，因为还是那句话，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啊。1小时13，平均配速4分48，但是今天跑的是个课表，10组的1分钟快慢交替，最快的一组是跑到了3分11的平均配速，最大心率177，平均心率148。今天就没有带心率带，全靠它。今天主要就想暴力测试一下它的心率和配速的反应，因为1分钟的快慢，对，这还是我刚才说的，已经是很短的间隔了。就再短，其实对我们普通的爱好者来说意义不大了，就只能说找速度感。就我说的，赛前的前2-3天的那种热身，跑个100-200米的冲刺交替还可以。平常的训练呢，像100-200米的冲刺都是在，比方你今天是一个匀速漫长的长距离，跑完之后就快跑完之前那2-3公里，可以呢在安全的情况下冲2组，这样的话不至于让肌肉那么的僵硬，也就仅此而已。天气凉快下来，我也会很少再跑这种很短的了，都是至少是2分钟或者是1公里，争取今年能多跑一些像那年就我训练状态最好那一年那样，多跑一些1.6、2.4甚至3.2的间歇。好吧，那今天大家回去看我的 Strava 的数据，我的 Strava 的链接在我每一个视频的描述区都有。我了解现在大家就是现在人们，不是说大家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在不断的摄取越来越短的信息，不管是文字还是视频，就是确实很多人愿意看，把那个数据弄到评论区的置顶，可能往下一滚就方便，我也能理解。大家辛苦大家，要是想看 Strava 的链接，每一部视频的描述区都有的，好吗？行，那还是最后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天气凉爽下来，多跑一跑，跑强度，准备比赛赛季了。加油干，加油干！明天回评论，咱明儿见。